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温家宝让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滚雪球越来越大。如前所述，在1949年至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没有地方政府债务。1978年至1994年，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财政相对充裕，中央财政紧张。中国仍然没有地方政府债务。1994年分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远远低于其所需的财政支出。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必须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土地出售或借贷来弥合。在此期间，由于预演算法对地方政府借款的严格限制，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借款。为了规避预演算法的限制，地方政府采取了间接的借款方式。他们将土地他们拥有的注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并将土地作为抵押品向银行借款。从1994年到2008年，虽然地方政府间接借款规模持续增长，但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仍然非常有限。2008年，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下滑，中国中央政府推出了著名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自建1万亿元，同时呼吁地方政府投资3万亿元人民币，刺激了 GDP 约30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匹配中央政府的刺激措施，并且由于预演算法的限制，他们无法大规模借款。此时，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筹集大量债务，并向银行借款。如前所述，现任政府产生的债务不需要由他们偿还，未来的政府，甚至几届政府都可以偿还债务。由于地方官员主要根据经济增长进行评估，对债务融资莫有限制，这些官员追求晋升而不考虑偿还债务。因此，2008年的经济刺激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要求的3万亿元人民币。从那以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滚雪球越来越大。本文为中国简报特约经济学家李维军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演变与现状》系列文章的第1篇。中国企业利润低迷加剧了投资者的焦虑。彭博社根据中国国际资本编制的数据，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利润增长了 2.2%， 标志住18个月来的第1个季度增长。然而，基准沪深300指数在劳动节假期后市场重新开放后继续下跌。投资者对疲软的季度收益感到失望，因为许多人押注中国股市在该国重新开放时会出现反弹。温和的表现与今年前的2位数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拜登顾问称，中俄联盟核风险新时代即将到来。南华早报，美国总统拜登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备控制高级主任普拉奈·瓦迪 （Pranay Vadi） 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核合作可能会破坏数十年国际军备控制的稳定。他建议核武国家需要对潜在核现有威胁更加坦率，以避免误判，但他指出对北京缺乏兴趣。瓦迪还指出，人们越来越担心，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时代将出现潜在的危险发展。中国卫生官员表示，全球紧急状态已结束，但风险仍然存在。路透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 COVID 应对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结束了对该病毒的最高警报，但中国将继续监测 COVID-19 并增加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他警告说，尽管病毒现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其影响不会消失。在其他国家开始感染 COVID-19 之后，中国一直保持对 COVID-19 的零容忍政策。自2022年底以来，他开始放松其限制性政策，并声称其死亡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巴基斯坦将与中国和阿富汗举行3边对话。半岛电视台，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外长将在伊斯兰马巴德主持为期1天的3边对话，重点讨论一系列的区问题。
其中包括双边政治商业关系、区域稳定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过境。阿富汗临时外交部长 Maulawi Amir Khan Muttaqi 被联合国安理会授予旅行禁令豁免，允许他前往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长的访问是他首次访问巴基斯坦，而穆塔奇上一次访问巴基斯坦是在2021年11月。这次访问正值巴基斯坦看到西北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与阿富汗接壤的西南部俾路支省的暴力袭击激增，并指责巴基斯坦 Tehrik-i-Taliban 从阿富汗境内发动的袭击事件。然而，巴基斯坦继续与阿富汗塔利班举行会谈，而不承认他们是该国的合法政府，并敦促国际社会与阿富汗临时政府接触。稳定还是异常？中国和印度在有争议的边界上存在分歧。南华早报。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赫曼亚姆杰生 Subramanyam Jaishankar 表示，在边境实现和平之前，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正常。中国和印度都承诺在古阿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结束时继续对话。自2020年在有争议的边界上发生拳头战斗，造成至少20名印度男子和4名中国男子死亡以来，紧张局势加剧。书面记录和审计如何帮助中国对抗漂绿祸害？南华早报。德国化学品制造商科斯创正在其中国上海化学工业区其全球11个认证工厂之一，采用品质平衡方法跟踪可持续来源的化学品。在没有物理隔离的情况下，该方法提供了不计证据，证明购买科斯创用品的企业正在使用含有回收和可再生材料的产品。科斯创的计划是到2035年将其运营和购买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净零。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可归因于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为了帮助客户验证其可持续性声明，它采用了流程，通过供应链跟踪可持续采购的生物基和回收材料，以进行正式审核。科斯创亚太区高性能材料销售和行销主管 Marius Words 表示，过去如果制造商使用玉米或大豆原料，则需要在制造和物流过程中进行物理隔离。科斯创采用品质平衡方法可以实现向更循环经济的过渡。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完全或部分由生物基和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支付更多费用。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但认证对于打击漂绿指控是必要的，漂绿是夸大产品或实践的环境效益的行为。虽然在亚洲，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声明的监管挑战相当罕见，但确实存在。可持续制造的产品的生产过程需要独立认证，科斯创说。台湾海底潜艇基地计划在两岸紧张局势中重新浮出水面。南华早报。台湾被鼓励重新考虑其利用水下洞穴作为潜艇舰队海军基地的一部分的提议，该舰队可能在2025年开始服役。台湾计划根据其本土防御潜艇 IDS 计划开发至少8艘柴电动力攻击潜艇。该岛多山的东海岸和深海地形被国防专家视为潜艇的理想地点，因为在那里发现的坚硬岩石结构可能会形成隧道和洞穴。然而，一些专家对这个昂贵的专案表示怀疑。墨西哥称将向中国提供芬太尼走私证据。南华早报。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弗拉多尔表示，墨西哥将向中国提供从中国向墨西哥贩毒集团非法运送芬太尼的证据。此举是在发现一个从中国抵达墨西哥的集装箱之后，发现该集装箱含有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被指责为美国数百人死亡的罪魁祸首。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6度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中国简报，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中国简报。